这周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直接升级，也不通过代理人了，双方直接开打。以色列先动手，发动了代号叫崛起的雄狮的空袭，出动了近200架战斗机，打了德黑兰，还有一些重要的核基地，还有一些军事指挥机构。应该说伊朗被打得挺惨的，几十个军事设施被炸毁，很多高级指挥官也在第一波就被定点清除了。看得出来以色列准备得非常充分，情报也很准确，下手又快又狠，选的时机也很好。就在伊朗的战略盟友俄罗斯自顾不暇的时候，以色列抓住机会，1-2天就拿下了不少成果。伊朗一开始有点措手不及，反应过来之后开始了还击，启动了叫真实承诺3的行动，发射了大概200枚导弹，还放了一大批无人机去打以色列。特拉维夫、海法这些城市都被攻击到，死了20多个以色列人，还有几百人受伤，连美国在以色列的使馆也受到了波及。这场仗开始有点扩大的趋势，川普已经力挺以色列了，让伊朗必须无条件投降。美国还往中东增派了航母和战斗机，虽然美军暂时没有直接上场，但是在背后给以色列的防御系统提供了后勤支持，这已经很说明态度了。毕竟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紧密的盟友，它的安全一直是美国外交的底线。不过以色列最近在加沙那边的做法让很多国家不满，封锁搞得当地居民，包括很多儿童断水断粮，医疗也跟不上，制造了很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法国、德国、西班牙、爱尔兰这些国家还有联合国都出来批评了，美国国内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这时候以色列又在美伊还在沟通的时候率先对伊朗开打，自然很多国家和民众都不太支持，包括一向挺以色列的欧洲国家，这回也都在劝停火、劝谈判。其实以色列这次行动的目标挺明确的，就是要尽可能摧毁或者削弱伊朗的核武器和导弹能力。为了让自己占有道德高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开打的时候还专门对伊朗的老百姓说了一番话。他说，以色列并不是针对伊朗人民，而是反对压迫你们的政权。还说，你们值得拥有更好的未来，你们有能力改变自己国家的命运。那么内塔尼亚胡为什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他所说的和伊朗人民站在一起的根据是什么？其实在历史上的这一周，伊朗发生过一件事，确实能对内塔尼亚这一点呼应，这就是2009年6月的绿色运动。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也许能帮我们对伊朗的国内政治和政权多做一些了解。说到绿色运动，就得从伊朗的末代皇帝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说起。他于1941年上台，统治了伊朗30几年，在伊朗发起过一个非常有名的白色运动，也有人把它称作白色革命。之所以叫白色，是因为巴列维想强调这是一场不流血、和平的社会变革，与历史上那些暴力，比如说俄国血腥的红色革命形成对比。白色在这里象征着非暴力、现代化和纯洁。其实运动和革命是有本质区别的，运动是一个群体内部对现有秩序的一种挑战，它寻求在秩序内部推动变革，希望通过对话或者说是博弈现实来进行改良。而革命则是对旧秩序的彻底否定和推翻，它要求根本重建新的权利和价值体系。所以简单的说，运动是要修房子，而革命则是要推倒重建。白色运动的核心就是巴列维试图通过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改革，迅速地把伊朗从一个传统农业社会改造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国家，来实现伊朗的4个现代化。它的另一个出发点就是要削弱传统的宗教势力和那些封建的地主阶级，让王权掌握绝对的主导权，并且引入西方的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简单的说，巴列维就是想跳过渐进式的发展，用一种自上而下的手段迅速建造一个现代国家。很多人，特别是西方国家，对巴列维的改革是非常称道的。有人把那段时期称为伊朗近代的黄金时期，因为经济确实发展很快，石油收入增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都有明显的进步，妇女地位也有很大的提高。
但这种黄金主要是城市精英和部分中产阶级的感受，对于大多数农民、穷人和宗教传统阶级来说，这个时期反而带来了更大的不平等，政治压迫也更加严重。表面繁荣之下，社会矛盾其实在不断的累积，而且巴列维也越来越专制，对国内不同的声音镇压得非常厉害。他有一个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机构叫萨瓦克，这个机构抓捕、酷刑、监控，搞得大家心里都非常的压抑。到了1979年，伊朗的民怨已经积累到了一个顶点，爆发了伊斯兰革命。在宗教领袖赫梅尼的带领下，巴列维政权被推翻了，他本人被迫流亡国外，1年后在埃及去世。伊朗从此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变成了由国王到宗教领袖来掌握最高权力的国家。本·阿弗莱克在2012年执导并主演的电影《逃离德黑兰》，讲的就是在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刚刚胜利之后，社会混乱与反美情绪高涨的背景下， CIA 特工托尼·门德兹如何营救6名美国外交官的真实故事。很多西方学者认为，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在政治上并没有让伊朗走向更现代、更开放的方向，反而是一种倒退。虽然王权也是专制，但它至少把治理视为人间的事物，是人类可以探讨的、可以协商的事。而宗教领袖掌权，往往会把政治建立在神的意志和绝对真理的基础上。这样一来，反对领袖就会被看作是反对信仰或反对神。这种体系很难自我纠正，也缺少公开反思的空间。当然，在当时的伊朗，这种宗教领导的出现也不是偶然。对一个99%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来说，宗教力量在动荡和危机时期能为社会提供精神支持和共同目标。对很多伊朗人来说，伊斯兰革命初期的确让他们觉得自己找回了伊朗固有的民族尊严，而不是单纯的追随西方的脚步。但宗教统治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也注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暴露出各种矛盾和问题。1979年后的政教合一导致伊朗政治越来越封闭，经济也长期受到制裁，再加上内部腐败的拖累，社会上要求改革和自由的呼声慢慢又高了起来。直到2009年6月爆发了绿色运动。2009年，伊朗老百姓日子过得非常的憋屈。一方面，因为伊朗政府支持一些地方恐怖势力以及发展核武器，导致被西方从2000年就开始制裁，国内经济也很不好。同时社会管得也特别的紧，女孩子出门被道德警察拦住是常有的事情，可能只是因为头巾戴得不够严，或者衣服颜色太过鲜艳，就会被训斥甚至带走。网络也被严密的封锁，很多网站、社交平台都上不去，言论空间非常的小。所以当时人们都期盼改变，于是很多人就把希望寄托在了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是穆萨维。他是改革派的候选人，竞选标志是绿色，象征希望、和平和新生。那时候伊朗的年轻人、妇女、中产阶级都非常的支持他，觉得他也许能带来一些改变，哪怕是一点点的空间，也能让大家喘口气。选举那天，全国气氛特别紧张，大家都盯着票数，希望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结果。可是结果一出来，全国就炸锅了。官方宣布现任总统艾罕麦迪内贾德继续连任，而且得票比率高得离谱，让人一下子就觉得非常的不对劲。很多人心里第一个反应就是这票有问题。于是德黑兰的街头就涌出了大量的民众，他们高举着绿色标志，喊着口号，要一个公正的选举结果。随后几天，这场抗议越演越烈，最多的时候有几百万人涌上街头，场景非常的震撼。人们举着标语，挥舞着绿丝带，喊着简单的口号：选票在哪里？我们要真相。游行的人其实希望和平表达诉求，并不想诉诸暴力，但很快政府出动了军警镇压、逮捕、封锁网络，街头逐渐变得紧张危险。冲突中，一个叫尼达·阿贾·索尔坦的年轻女子被枪杀的画面被拍下来，传到了全世界。她倒下的那一刻，成了绿色运动最悲壮的象征。尼达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年轻女孩，出生在德黑兰，学过哲学，也热爱音乐，平时爱弹钢琴和学唱歌。她不是那种职业的政治活动家，
他走上街头，只是因为他和很多同龄人一样，渴望公平，渴望自由，希望能为自己国家的未来发出一点声音，非常纯粹的个人情感。2009年6月20日那天，尼达和他的音乐老师一起走上了德黑兰的街头，参加抗议活动。当时抗议队伍非常的克制，人们只是高举绿丝带，喊着要求公正选举的口号。但就在抗议现场，他突然被一颗子弹击中胸口，倒在了地上。那一刻，他眼中的神情被路人用手机拍了下来，视频很快传遍全世界。视频里的尼达倒在血泊中，他眼神里透出了震惊、恐惧、无助，触动了无数人。但是生命在消失的瞬间，也是理想破碎的瞬间。尼达的死所引发的巨大共鸣，其实非常符合存在主义里的赤裸裸的真实这一概念。在存在主义哲学里，尤其是在萨特、加缪和海德格尔的观点里，死亡和极端情境常常被称作让人直面赤裸裸的真实的时刻。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生命受到威胁或走到尽头的那一瞬间，人平时所依赖的一切，包括社会身份、规则、自己给自己找的借口或者理想化的东西，都被剥去，只剩下你和你自己的存在。死亡是无法逃避的终极事实，它让人意识到生命本质的脆弱、偶然和荒谬，这就是赤裸裸的真实。用存在主义的话说，这种真实是我们最不愿直视的，但又最无法回避的情况。它让我们清醒地看到，所谓自由和理想社会，在死亡面前都不值一提。加缪说过一句带有诗意的话，在死亡面前，一切伪装、希望和恐惧都变得徒劳，人终于只剩下了自己。现实世界里，我们确实会因为看到那些在不公平面前选择沉默、麻木不仁的人而感到愤怒。但是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每个人在面对真相时都要独自承担选择的代价，而这个代价的终极可能是自身的幸福和生命。这倒并不是替冷漠开脱，而是提醒我们要改变这种局面，不能光等着别人勇敢，而是要让说真话的人不再需要拿命去换。也只有这样，人们才能重新直起腰来。历史上很多能走向自由的社会，都是靠一点一滴去构建这种保护网的，有时候也很难积得来。在随后的绿色运动中，尼达成了伊朗的自由之声的一种象征，他的死也让绿色运动不再只是伊朗的内部事务，而是受到了全球的广泛关注。这场运动在随后的几周内达到了高潮，但是伊朗政府随之发起了大规模镇压，高压之下，街头抗议逐渐消退，或者说被一天天的压垮。6月抗议刚开始的时候，伊朗街头是绿色的海洋，数百万民众走向街头，而到了7月，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就逐渐减少了。到了12月，绿色运动的公开抗议基本就被镇压下去了。穆萨维、卡鲁比等主要改革派领袖也都被软禁了，成千上万人在镇压中被逮捕，一些人在狱中遭受了酷刑或者被判重刑，直到街头彻底安静为止。2009年的绿色运动是伊朗现代史上的一次关键的政治觉醒，它虽然表面上以失败告终，但却通过几百万人的集体行动，给了所谓精神领袖的威权施压当面一拳。伊朗政权在此后的每次选举、每次社会动荡中，都不得不忌惮民众的反应。一个后来像是2017年的经济抗议、2022年的女人、生命、自由运动，也就是内塔尼亚胡对伊朗人民讲话中提到的。绿色运动可以说是为随后的这些运动提供了精神资源和行动经验。绿色运动就讲到这里。之所以要讲到绿色运动，除了它恰好发生在历史上的这一周，更因为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伊朗统治者与伊朗人民之间那些深层的矛盾与撕裂。当然，伊朗的威权统治不能成为以色列对他发动战争的借口。正如许多伊朗人自己所说的，伊朗人民本就是这个政权最大的受害者，而战争和外部攻击只会让他们在苦难的深渊里越陷越深。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请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